如果有一颗玩具蛋，可以让亿万年前灭绝的恐龙复活，你是否也想在家中养一头呢？最近的小夫迷恋上了一项特别烧钱的东西，收集各类异次元生物的手办。光看这气势就知道特别贵，可惜对一群穷人讲投资就是在对牛弹琴。但唯独大雄是个例外，熊哥虽穷，却时刻有着一个变土豪的梦。于是他光速找到小多拉，想跟他白嫖一个22世纪的未来手办。小多拉呢也是个懂球的，因为他知道一款缩小版的东京城市手办，可惜光组装就要花费整整30年。大雄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来个屌炸天的也不是不行。岂料小多拉突然暴走，指着大雄就开启说教模式，因为就大雄这慢性子，绝对不可能有耐心组装完手办。于是大雄只好放下尊严，用最油腻的求猫手法请小多拉献宝。小多拉这里还真有一款只要有脑就能玩的手办，而手办的核心便是这2颗半球。只要用胶水将其粘在一起，接着放到装饰台的叶子上，一个手办就大功告成。大雄认为这是小多拉对自己智商的蔑视，虽然不多，但肯定有。而在窗外偷窥到一切的小夫已笑得一命呜呼。可惜他看到了开头，却没看到结局，因为下一秒一个幼虫破壳而出，而这才是这款未来手办真正的奥义。只见幼虫以惊人的速度成长，仅仅用了10分钟就开始吐4节简化作用，最终破茧而出，成为了一只扑棱蛾子。看似漫长的一生，却又如此短暂。可大雄还没来得及撒欢打野，蝴蝶就再次变回一颗蛋，恢复成了最初的模样。万万没想到，这还是款可以无限循环畅玩的手办。于是大雄一秒变油腻，想让小多拉跟静香一起分享。为了自家娃的终身大事，小多拉只好当起了辅助。然而静香万万没想到，注孤生的大雄会给他准备了个大惊吓。只见鱼缸底部有一颗卵，慢慢孵化成蝌蚪，并在游动中变成了一只癞蛤蟆。蛤蟆也是自来熟，而且只对妹子情有独钟，吓得静香嗷的一嗓子就开启了跑男模式。毕竟这年头绿色的东西都不太吉祥，为了可以让2人以后好好给别人灌狗粮，小多拉又拿出很多款供静香挑选，而静香一眼便相中了其中的小燕子。可他又担心燕子长大后会再次变回卵的形态，但这只需一个停止液便可化解。回去的路上，静香路过空地，立马就当起了大雄的人形广告宣传牌。可模型会成长，就好比大雄爱学习，脑子没点大病都不会往心里去。可惜小夫叫起劲来是芥末直冲脑瓜底。不信邪的他来到静香家楼下，正巧碰到模型飞天的神迹。这手办简直哇塞，疯狂地输出着滚烫的吸引力。关键这手办还能蛋生蛋，妥妥的稳赚不赔啊！于是小夫一脚地板油，直接杀向了大雄家中，二话不说就要学胖虎明目张胆大白天打劫。可他没想到小多拉是个有吨位的，争抢中玩具散落了一地，小夫只好祭出大招。等意识到老鼠不会孵卵的小多拉重新杀回战场时，小夫已手握2枚最大的蛋在跑路了。据博学的小夫分析，这一定确定以及肯定是个鸵鸟蛋。可人如果不作妖就不会死，因为在蛋壳破碎的那一刻，小夫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。他火速向大雄打去了求救电话，却只说了一个啊字，就在无音讯。等大雄2人赶去救场时，才发现小夫竟孵化出了一头史前恐龙，而且还因为使用了停止液，已经无法变回蛋的形态了。那么宝子们有喜欢的手办吗？